谈到模拟类游戏，相信今天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前有欧卡模拟器与小偷模拟器，后有石头与手部模拟器，这个类型的游戏涵盖的容量之大，每个玩家都有目共睹。而这款全面战争模拟器也是这个庞大家族里非常优秀的一员。虽然走的是沙雕风，但是作为一款战争模拟类游戏来说，本作有着这个类型该有的所有要素：排兵布阵、丰富的兵种、有趣的机制以及多样的地图。并且如果你看不惯游戏的 AI， 甚至可以选择一个角色附身亲自上场，各种各样脑洞大开的角色设计都让这款游戏稳稳地卡在正经与沙雕之间。不过严格来讲，本作也不是什么年轻的游戏了，早在16年，游戏便已经公布了可游玩的体验版，并且根据玩家社区的反馈以及不断的更新优化，从一个没有什么可深挖内容，仅仅是好玩的路边小游戏，一路改到了今天这样，无论是兵种还是地图都非常充裕的好评独立作品。由此可见，开发组的态度以及本作在 PC 端的玩家接受度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部全面战争模拟器在 Switch 平台的实际表现，究竟能不能达到让大家满意的水平呢？游戏的画面可以说是非常简约，在低多边形风格的游戏中也属于较为抽象的水准，并且游戏在 Switch 平台的分辨率并没有跑满，狗牙现象比较严重。但是对于这款游戏来说，貌似并没有多大的问题。不过很明显，开发组也并没有想用太精致的画面来博人眼球，恰恰相反，游戏用一个个顶着2个睿智眼睛的沙雕小人以极为抽象的行为 AI， 为玩家带来了有别于大多数同类游戏的独特体验。在玩法上，游戏采用了非常传统的策略类的游戏模式，玩家需要通过利用手头有限的资源来排兵布阵，从而击败一个个关卡中设置好的敌人组合。但是本作不太聪明的 AI 寻路以及各种抽象的物品交互与空气墙，都让本作产生了一些类似于模拟山羊那样的 bug 笑点，也同样是因为这些 bug 才产生了各种战场上意料之外的变数。不过这些由于风格所带来的笑点肯定不能长久的维持游戏的名誉。本作在多年来通过不断的更新，一次次的加入新的时代、新的派系，并且还为每个派系都做出了许多的技能特性以及差异非常明显的兵种单位。由于游戏的战役模式需要我们穿梭于各个不同的时代来进行征战，这就让游戏天马行空的派系得到了展示的舞台。从奥丁到美猴王，从农民到死神，各种你能想到或者想不到的兵种都会在这些战役中各司其职，使你在与他们博弈的一次次碰壁中，逐渐了解自己目前使用的兵种单位的功能，从而取胜。在战役模式中熟悉了操作之后，便能在游戏的多人模式中大展身手了。2名玩家以对手的身份进行战斗，为这款沙雕向的模拟游戏增添了几分正经的气息。除了战役与多人2个主要模式，游戏还有着沙盒模式、创意攻防等丰富的玩法设计。不止在兵种上能做手脚，玩家甚至还可以自制地图，这些要素足以满足玩家们电子斗蛐蛐的快感。不过 Switch 版的目标帧数是30帧，而上帧数量也被限制在了每边20个，这一点可是在很大程度上的限制到了玩家脑洞的发挥。不过在双方共40人在场时，也的确能通过帧数来感觉到 Switch 有些吃力了。如果你一定要在 Switch 上获得更好的体验，那也只能寄希望于老人下一代机型的性能可以好一些了。总的来说，这部全面战争模拟器在移植的表现上其实还算不错，没有过多严格的画面特效与大部分时间都能稳定的帧数，再加上游戏不错的可玩性，虽然说不上它足够精致，但是它的确足够沙雕，足够好玩。相信光凭这一点就能让这部全面战争模拟器称得上是 Switch 中值得一玩的第3方移植游戏。不过如果你既想要便携又嫌 Switch 跑得不好，那么其实不妨等一下手机版。虽然不知道会不会有着对标 PC 版的体验，但表现肯定是会比 Switch 版好上一些的。但是如果你不求便携而且有条件的话，我还是建议你入手效果更好并且更加便宜的 PC 版。好的，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喜欢主机游戏视频的话，不妨点点关注或者3连支持一下。我是3位，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